在上一期，我们练习了正手、反手的定点，或者是一些小范围的移动，包括正手的攻、反手攻、正手快拉、反手的撕。那么进入第二个阶段，就是终极阶段，我们需要把正手、反手穿插起来，配合一些步法的移动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一些固定套路的练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。要想打好正手3点拉，首先我们要养成盯球的习惯。在正式比赛中，想要提高我们的连续拉球能力，我们必须要观察对手的板型、引拍位置和发力方向。这几个细节有助于我们判断对手的旋转、出手力量和落点。如果你总是在球出手以后才开始判断并做出身体反应，这时候你已经慢了半拍。我们很多业余球友正手定点拉球做的都不错，但是实战中连续能力又不好。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正手3点拉，或者正手1边2个的拉球。这种练习对于培养你的找球和手脚配合意识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正手2个，反手1个的练习是在正手连续拉的基础上加上了反手快撕，这可以进一步练习到我们正反手转换以及脚下步法的调整。这种较大范围的跑动，先要注意降低重心，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启动速度。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跑步法的时候需要把脚跟稍微抬起来一点，这里面需要强调一下，作为一名普通的业余球友，咱们可以适当的降低要求。我们只需要在蹬地启动的时候脚跟离地，脚落地的时候，虽然前脚掌是身体的主要支撑点，但其实脚跟是可以接触到地面的。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缓解腿部肌肉的疲劳，也可以降低受伤的风险。反手2个，侧身2个，这主要是模拟实战反手相持过程中的侧身进攻以及侧身后的还原。一般来说，正手的力量比反手要大，所以在实战中，我们反手相持时，一旦有一板压制住了对手，就要及时侧身为正手创造机会。其实作为普通的业余球友，第一是侧身意识差，第二确实侧身的动作比较慢，往往侧身后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击球时间，反而会造成被动的局面。因此这种侧身意识的养成，包括侧身步法的练习，是需要出现在我们日常的训练计划中的。学会了侧身，你会发现侧身后的还原才是更难的。如果侧身一板的质量低，你正手的空档就会比较大。所以这个训练计划，或者说这类训练计划，是我们每天都必须要练习的。反侧反扑基本上囊括了所有乒乓球的横向移动步伐。这个计划对于普通的业余爱好者来说，确实是具有一定难度的，因为4个球为一个组合，每一板都有步法移动，每一板又都有正反手转换，对于练习者的体能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。在下一期，我将带大家继续了解多球的高级训练计划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。好，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